歡迎收聽空中哲學頻道。你知道世界 AI 霸權正在集結嗎？今日我們要請解構主義的創始人、法國哲學家德希達來教我們如何反制 AI 霸權，解構數位極權，制定永遠朝向社會正義的 AI 律法。想象一下這個情境：此刻，你的手機、你的瀏覽器，或者是你工作上每天在用的各種軟體，其實正悄悄地被幾家科技巨頭用演算法串聯起來了。對，這是一個正在發生的現實。當今的這個 AI 大語言模型啊，它正試圖吞噬人類文明所有的產物、所有的知識，去建構一個看似無所不知的終極系統。身為每天在資訊洪流裡打滾的聽眾，也就是你，或許也會有這種疑慮哦。就是我們是不是正在把詮釋世界的權利拱手讓給少數的 C 股精英了？沒錯，很多人都有這種焦慮。我們每天看到的所謂標準答案，究竟是真理，還是某種商業利益下精密計算的結果？今天我們的深究任務很特別，我們邀請到一位專門研究當代思想的專家，以他們研究團隊我們的視角，帶領我們透過法國哲學家德希達，也就是 Jacques Derrida 的思想，來拆解這個正在成型的系統霸權。歡迎。很高興能以我們團隊的第一人稱視角來參與這場對話。面對這個被演算法全面包圍的時代，如何不被這個龐大的系統吞噬？這確實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去直面的切身課題。對，那我們就直接切入核心吧。如果要反制這種你所謂的 AI 霸權，我們首先得知道這些科技巨頭到底在試圖讓我們相信什麼。他們賣給我們的，難道不就是一個可以幫我們寫程式或者是寫報告的方便工具嗎？其實工具只是表象啦。從德希達的哲學視角來看，當今科技巨頭透過 AI 大語言模型建構的，其實是西方哲學2000年來最渴望但也最危險的幻象。幻象聽起來蠻嚴重的。對啊，在德希達1967年的名著《論文字學》，也就是 Of Grammatology 當中，這被稱為在場的形象學 Metaphysics of Presence 以及 Logocentrism。等一下哈，在場的形象學還有這個 Logocentrism， 這聽起來真的蠻硬核的。如果我今天只是在對話框裡面問 AI 說如何烤出完美的蘋果派，這跟形象學有什麼關係啊？關係可大了。就是說，所謂的在場 Presence，指的是人類一直渴望有一種絕對的、純粹的真理，能夠毫無雜質的立刻顯現在我們面前。哦，也就是馬上看到答案的感覺。對對對，傳統上人們認為語言或是某個終極的中心，也就是 logos 代表理性或神的話語，它可以保證這個真理的存在。那現在呢？科技巨頭正是把 AI 塑造成這個新的中心，所以他們把 AI 當成神了嗎？可以這麼說。當你在對話框輸入問題，按下 Enter 的那一瞬間，螢幕上立刻彈出一段條理分明、語氣極其自信的文字。這種體驗是故意被精心設計成一種錯覺。錯覺？對。仿佛 AI 跨越了所有人類知識的局限，直接把客觀真理召喚到你面前，這就是極致的在場。他們想要你相信，AI 給出的文字就是現實的直接投射。哇！但等一下哈，如果我們把那層很漂亮的使用者界面撥開 ，AI 大語言模型的底層邏輯，其實就是預測下一個字詞的幾率模型嘛。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蘋果派啊，他只是算出來蘋果後面接派的幾率很高，這跟真理完全是兩回事吧？沒錯，你非常精準地指出了這個幻象的破綻，這也是我們在研究中必須鄭重確立的一個基本極限。什麼極限？就是我們絕對不能將 AI 當作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實體 entity。科技界現在很喜歡吹捧 AI 有什麼自我演化的能力，甚至暗示它具備某種意識，但這完全是危險的誤導了。所以它根本不是活的？當然不是。AI 的一切運作，本質上都只是數位化模擬出來的產物。用德希達在《論文字學》裡的概念來說， AI 產出的內容全都是痕跡 trace。痕跡就是走過留下的腳印那種感覺嗎？
對，它只是人類文明龐大數據庫跟開發者心智的映照而已，是一種沒有主體的數據殘留。也就是說 ，AI 只是在龐大的資料庫裡尋找人類留下的腳印，然後把它們拼湊起來，但它自己本身並不是那個走路的人。那在你們的觀點裡，什麼才算是真正的實體啊？所謂真正的實體，是像人類這樣，有血有肉的有情眾生。有情眾生這個詞蠻有溫度的的生命實踐力。否定自己的世界怎麼說？就是當我們遇到痛苦、遭遇矛盾，或者面對全新的處境時，人類是有能力去質疑過去的自己，打破既有框架，進行生命層次的代謝與重構的。對，我們可以改變想法。但 AI 永遠無法否定自身，它沒有痛苦，沒有生命的衝動，它只能在被給定的演算法框架跟參數權重內進行幾率性的重組。它其實永遠被困在數據的網格裡。這個對比真的非常強烈。AI 是被困在網格裡的幾率模型，而我們人類是有能力撕破網子，重新定義世界的實體。那既然 AI 只是人類心智的模擬跟痕跡，那這背後那些少數的政商利益結構，比如那些掌握模型的科技巨頭，他們是如何利用這個模擬系統來牟利，甚至建立霸權的？他們建立霸權的手段就是利用演算法來凍結意義。這在哲學上啊，其實是一種總體化的暴力。凍結意義嗎？對，為了拆解這種統治，我們必須借用德希達在《聲音與現象》（Speech and Phenomena） 這本書中提出的一個核心概念，叫做言異。言異，法文是 difference。這個詞非常有意思，它結合了空間上的差異 difference 跟時間上的推遲 deferral。空間上的差異加上時間上的推遲，這個機制具體在 AI 身上是怎麼運作的啊？聽起來有點抽象的。我們來看看 AI 是怎麼生成句子的。當它根據之前的上下文，也就是所謂的痕跡，去預測並生成下一個字詞時，科技巨頭想讓你以為這個生成的當下意義就已經完美定型了，是個標準答案。對啊，畫面上看起來就是這樣。但言異告訴我們，意義永遠在無止境的滑動與推遲之中。AI 每植出一個字詞，都是因為它與其他的字詞產生了空間上的差異。而且，這個字詞的真正意義必須仰賴下一個字詞，甚至未來無數的詮釋來決定。所以，真理總是被無限期的推遲了。哇，所以每一次 AI 給我們的答案，其實都不是源頭的真理，而只是一個不斷在變動的過程。沒錯，德希達稱這個叫做非起源的起源 （non-origin origin）。非起源的起源，這名字蠻酷的。AI 吐出了的答案看起來像是一個權威的起點，但它根本沒有原初的真實性。它受限於訓練資料裡的偏見，受限於當下演算法的權重，它帶有極大的偏頗性與動態性。原來如此。科技公司把這個帶有偏見的幾率結果包裝成唯一的標準答案，就是為了壟斷詮釋權。當大家都依賴這個標準答案時，他們就掌握了引導社會認知、謀取商業利益，甚至是進行監控的權利了。這讓我想到一個比喻，科技巨頭就像是給了我們一張演算法的網子，告訴我們去撈海裡的水。水明明是一直在流動，一直從網眼裡漏出去的嘛，也就是你說的意義永遠在言異，但他們卻把這張空網子包裝起來，貼上標籤，賣給我們說，看，這就是一整杯絕對純淨的水，然後我們買單了，他們就賺錢了。呵呵，這個比喻真的非常傳神。他們不僅賣給你空網子，還要你相信海裡除了他們撈起來的東西之外，什麼都沒有了。但這又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德希達在《論文字學》裡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叫做“文本之外無他物 ”，idea but of text。如果我們現在日常生活中充斥着 AI 生成的內容，演算法推薦的訊息，整個世界都快變成一個龐大的數位文本了。這句話的意思，難道是說我們人類已經被困在科技巨頭打造的演算法母體裡，永遠逃不出去了嗎？這是一個非常關鍵也最常被誤解的地方。當德希達說文本之外無他物時，他絕對不是說客觀現實不存在，或者我們被困在一個無法逃脫的虛擬牢籠裡。不是這個意思嗎？不是的，他的意思是我們對世界的任何理解都無法跳過符號運作與詮釋的網絡。
我們不可能不透過語言、概念或者如今的演算法，就直接去觸摸一個赤裸裸的真理。所以如果我們注定要透過這些符號和演算法來理解世界，而科技巨頭又想壟斷這個機制的詮釋權，那我們到底該怎麼辦？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該如何反制啊？反制的關鍵就在於我們要深刻意識到知識的無盡性與時間性。科技巨頭希望你把 AI 的輸出當成終點，這就是答案，你照做就好，別再思考了。對，這很省事啊。但我們必須把它當作起點，我們要不斷地去重新詮釋 AI 的產出，把無意義的詮釋權硬生生地搶回我們每一個具體的有情眾生的手中。搶回來？對，每一次你面對 AI 的答案，都應該是你進行生命代謝、解決現實困境，甚至去挑戰既有框架的創造過程。我們要主動去解構它，而不是被動地張開嘴巴接受演算法的投餵。把詮釋權搶回來，把 AI 的答案當作我們自己創造世界的素材，而不是服從的聖旨。這聽起來真的很振奮人心。不過，當我們把視角從個人放大到整個社會結構，我又感到另一層擔憂了。現在很多企業的人資會用 AI 來篩選履歷，或者是銀行用演算法來決定貸款額度。是的，這種應用越來越多。如果 AI 闡述的終究只是數位的痕跡與幾率，當這個冷冰冰的系統被用來管理甚至統治我們社會時，我們究竟失去了什麼？我們失去的最寶貴的東西，在我們團隊的研究框架中，我們借用了德希達在《暴力與形上學》（Violence and Metaphysics） 這篇文章裡對另一位偉大哲學家列維納斯思想的探討。列維納斯強調對他者面容的無限責任，而德希達也深刻地吸收了這種對他異性，也就是 alternity 的關懷。面容，法文是 le visage， 英文 the face， 對吧？這應該不只是說履歷表上的大頭照吧？這在哲學上具體指的是什麼？當然不是大頭照，面容代表的是一個具體的人，他最脆弱、最無法防禦的狀態，同時也帶有一種絕對無法被化約、神聖不可侵犯的獨特性，也就是剛才說的他異性。獨特性。對，當你作為一個真實的人，面對另一個真實的人，看着他的面容，你會感受到一種道德的呼喚，你無法將它簡單歸類，你對他負有一種不能傷害的責任。但是，當代 AI 霸權與演算法統治最可怕的地方，就在於它系統性的抹除了面容。怎麼抹除的？但等一下，現在的演算法不是號稱最懂我嗎？他知道我喜歡看什麼影片，知道我周末會去哪家餐廳，他對我的個人化推薦精準到蠻可怕的。這難道不是一種對我個人的高度關注嗎？這正是科技巨頭最狡猾的障眼法了。演算法對你的關注，是把你身上所有充滿複雜情感、歷史與矛盾的生命特質，切割並化約成一連串的數據點、標籤與風險評分。所以我只是一堆數據。對啊，你是高價值客戶還是潛在的信用違約者？演算法根本沒有看見你的面容，它看見的只是你的數據殘骸。這不是認識，這是萃取與控制。哇！更嚴重的是，當社會系統仰賴這種演算法來做決策時，比如你剛剛提到的貸款或求職，權力結構就會利用這種化約機制，系統性的壓抑那些不符合模型常態分布的邊緣聲音。所以，如果我不符合大眾標準，就慘了。沒錯，如果你是一個擁有多元背景、經歷特殊困境的人，演算法無法計算你的掙扎，它只會因為你的數據不符合主流特徵而將你排除在外。這就是一種對他者極其殘酷的暴力。哇，這個視角完全翻轉了我們對個人化的認知。原來我們在演算法眼中從來不是人，只是可被計算、可被消耗的標籤。我們失去了作為人的神聖性與脆弱性。那既然演算法的本質就是化約跟統一化，那我們該怎麼防範這種無所不在的抹除啊？難道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發動抵制，闖進機房，把 AI 伺服器的插頭給拔掉嗎？拔掉插頭是一種情緒性的對抗了，但這並不是我們主張的解構之道。
我們不是要成為拒絕一切科技的盧德分子，退回原始社會。在研究框架中，我們必須承認系統與同一性的存在，因為沒有基本的分類與規則，人類社會根本無法運作。也是，我們還是需要科技。對，但我們絕不能讓這個演算法系統成為最終的霸主。我們必須時刻保持解構的警醒。也就是說，我們承認我們需要演算法這個工具來處理龐大的資訊，但我們絕不把它的分裂結果當作真理的終點。正是如此，當我們看到演算法給出一個看似客觀的分類時，我們必須主動去拆解它。我們要在心裡追問：這個資料集排除了誰？這個權重設定壓迫了誰？有哪一張具體的面容在這個數據庫裡被抹除了？永遠要去質疑。沒錯，我們永遠要為那個無法被演算法計算的他者保留存在的空間，甚至是去挑戰既有的系統。這是一種永不休止的微觀抵抗。這就帶出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現在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員跟科技圈自己，其實都意識到了演算法的危險。所以我們看到各大科技公司推出了各種 AI 倫理白皮書，那各國政府也在積極制定 AI 法案來設立護欄。如果我們有了這些法規，是不是就能確保 AI 的發展走向社會正義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重溫德希達在1989年在卡多佐法學院發表的那一場極具歷史意義的演講，叫做《法律的力量》（Force of Law）。在那場演講中，德希達做出了一個極其核心的嚴格區分，他區分了法律（法文是 droit） 與正義 （justice）。法律跟正義，在我們一般的認知裡，制定法律不就是為了伸張正義嗎？聽眾現在如果在某個 AI 服務的使用者條款上點擊了同意，他是在服從法律還是在擁抱正義呀？他只是在服從一種被授權的暴力。這就是德希達深刻的地方。我們必須明白，科技巨頭寫的安全守則、工程師設定的道德護欄，甚至是國家議會通過的數位法規，充其量都只是法律 （tra）。為什麼說法律是暴力？因為任何規則的制定都意味着某種權力的介入。法律是歷史建構的產物，是各方利益妥協的結果。它強迫用一種單一的道德框架去套用在千變萬化的人類情境上。原來如此。因此，所有的 AI 法與倫理準則本質上都是不完美的，永遠是可被解構的 （deconstructible）。我明白了。所以我們不能天真的以為，只要科技公司遵守了某的 AI 法案，他們就是在做正義的事。那些法案是可以被質疑、被拆解的。那如果法律是可以解構的，真正的正義到底是什麼？德希達有一句極具震撼力的名言，他說：“正義如果存在的話，就是解構本身 （Deconstruction is justice）。正義是不可解構的 （unconstructible）。”哇，正義就是解構本身。對，真正的 AI 正義永遠不會在我們當下的某個法規或演算法版本中完美實現，它總是即將到來，法文叫 l'avenir。它像是一道永遠在地平線上的光，指引我們前進，但我們永遠無法全程說我們已經把正義寫進程式碼裡了。一旦你這麼全程，你就是再次落入了封閉的霸權。因為正義永遠在前方，所以我們必須不斷地對現有系統保持懷疑。但這會不會讓人在面對 AI 時感到無力呀？既然真正的正義永遠達不到，那我們制定這些 AI 律法還有什麼意義？意義在於我們面對未知的方式。這不是悲觀哦，這是一種充滿動能的生命實踐。制定 AI 律法的最高原則，不能只是為了防堵或控制，而是要將這些冰冷的技術化為我們生命實踐的介質。怎麼化為實踐的介質啊？在德希達晚期的思想中，例如在好客論 of Hospitality 裡，他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無條件的好客 unconditional hospitality。我們在面對 AI 這項不斷演化的科技時，應該保持這種精神。無條件的好客。沒錯，我們不盲目崇拜現有的系統，
我們不斷地去拆解現有的數位集權，正是為了打開一扇門，永遠為那個未知、那個無法被量化計算的每一個具體有情眾生的終極正義保留空間。這是一場沒有終點的奮鬥，而我們自身否定並重構世界的能力，就是最大的武器。真的非常精彩。今天這檔對話完全刷新了我對科技與哲學的認知。從一開始我們拆穿了 AI 作為全知神明的在場幻想，看清它不過是人類心智的數位痕跡。接着我們學會了用演繹來打破科技巨頭凍結意義的企圖。對。我們也看到了演算法如何將複雜的生命化約為數據，抹出了絕對他者的面容。最後，我們理解到那些白紙黑字的 AI 倫理只是可被解構的法律，而真正的正義需要我們保持無條件的好客，不斷地去追求那個永遠即將到來的理想。沒錯，這正是我們研究團隊希望能傳達的核心精神。那麼，在節目的最後，我想邀請正在收聽的你，把今天這副解構之眼帶回你的日常生活中。下次，當你在辦公室或家裡面對一個看似無所不知、用語極其肯定的 AI 助手時，在按下確認鍵或複製貼上之前，不妨停下來問問自己，在這個看似完美的標準答案背後，是誰的面容被演算法抹除了？是哪些邊緣的聲音被過濾掉了？更重要的是，身為一個能夠否定自身，進而創造無限可能世界的真實實體，你該如何將詮釋權奪回自己手中？你該如何運用這個帶有偏見的幾率答案，去實踐屬於你的無可代替的生命責任？感謝您的收聽，希望文本對你有所啟發，下次再見。